乌克兰空军突袭红军村指挥部，俄军陷入3重困境。阿菲普斯基炼油厂3度遭袭，乌无人机突袭斯开，俄军后勤要害。俄乌战争进入第1313天，乌军纵深打击，前线多线反攻，俄军装备损失惨重，俄炼油厂接连燃爆。乌无人机打击斯开莫斯科能源心脏。瑞典军队200多年后重返芬兰，北约新旅拉响北极警报。泽连斯基向美国请求战斧巡航导弹，匈牙利无人机闯入乌克兰领空。欧洲多国接连出现不明无人机，莫茨警告德国不再享有和平。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除了在地面上不断发起进攻外，乌克兰空军近日也对红军村一带展开了大规模且猛烈的轰炸行动。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乌克兰战机直接空袭了驻扎在当地的俄军指挥部，力图瓦解其前线作战体系。据诺尔报告披露，当地时间9月26日前后，红军村方向的乌达赫内地区成为乌军重点打击目标。乌克兰空军对该区域发动了精准的定点轰炸，锁定的正是俄军前线所依赖的重要指挥系统。行动开始前，乌克兰首先派出无人机部队进行侦察，对俄军指挥所及其附属设施完成了全面勘察，并将获取到的具体坐标与参数实时回传。随后，乌军战机紧急升空，携带精确制导武器直扑目标区域。在接近俄军阵地后，战机投下了3枚精准制导炸弹，导弹如同骤雨般倾泻而下，直击俄军的建筑群。俄军的指挥所与武器库在爆炸中遭到严重毁坏。根据航拍画面显示，俄军指挥部上空浓烟滚滚，整个区域被烈火吞没，至少有2栋大型建筑物在空袭中被彻底摧毁。这次空军行动是乌克兰在红军村沿线的最新举措，旨在配合和支援地面部队的持续反攻。事实证明，这一行动极大削弱了俄军的指挥与协调能力，也进一步动摇了其防御体系。事实上，早在此前，多家情报机构就曾指出，红军村的俄军已经深陷3重困境，他们不仅被乌军包围在局部阵地中，而且撤退路线早已被乌军切断。与此同时，赶来增援的俄军部队和后勤补给车队也接连遭到乌军 FPV 无人机群的追杀，几乎无法突破到达包围圈内部。这种困境已严重影响了俄军的作战与补给，就连俄方的宣传员波多利亚卡也罕见承认，红军村方向的俄军正面临极为艰难的局势，并且蒙受了重大损失。乌克兰总司令瑟尔斯基在一份报告中更是详细披露了战果。他表示，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乌军已摧毁了俄军85个关键目标，收复与清理的失地超过300平方公里，并有效阻止了俄军破坏小组的多次渗透行动。例如，在顿涅茨克塞夫尔斯克方向，乌克兰第81空中机动旅的 SOAR-FM 部队接连拔除了大部分俄军据点，巩固了当地防线。而在西部战场，乌克兰第3特种部队也重新掌控了大片森林地带。此前，俄军曾一度渗入林区，企图建立稳固的据点，但很快就遭到了乌军的强力反击，其构筑的掩体也被悉数摧毁。可以看出，红军村的僵局使俄军寄希望于通过其他战线来扭转局势，但结果并不理想。即便在不同方向尝试突破，俄军依然难以摆脱整体上的被动局面。如今，乌克兰战场的各个区域已呈现出更为紧密的联动关系。乌军正利用红军村方向的反击战果来牵制并影响其他战线的态势，从而在更大范围内削弱俄军的整体作战能力。夜空忽然亮如白昼，紧接着就是几声巨响，滚滚黑烟直冲天际。9月26日深夜，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居民在社交平台上传的视频，将突发的爆炸场景呈现得淋漓尽致。画面中，阿菲普斯基炼油厂的火光撕裂黑暗，刺眼的火焰伴随警笛声，在寂静夜色中格外刺耳。这场由乌克兰无人机发动的空袭，让这座距离前线约200公里的能源要地再度成为聚光灯下的焦点。
袭击发生后的次日，乌克兰总参谋部迅速予以确认，强调这次行动的战略目标是削弱俄军的进攻潜能，切断其燃料与弹药的补给链。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在记者会上更是直言不讳，俄罗斯已陷入燃料危机，而这正在直接拖慢他们的军事行动。对于乌军而言，阿菲普斯基炼油厂无疑是战略打击的优先目标。这座刚刚完成现代化升级的设施，年原油加工能力高达625万吨，占俄罗斯总炼油产量的 2.1%， 其中生产的柴油和航空煤油，恰恰是俄军在前线作战最为依赖的燃料。由于地处前线以南，是距离战场最近的大型炼油厂之一，它长期担负着为俄南部集群源源不断输送燃料的任务。更引人关注的是，这已是短短2个月内第3次发生针对该炼油厂的袭击。8月7日与28日，乌军2度出动无人机突袭，迫使部分装置紧急停运。而与其毗邻的克拉斯诺达尔炼油厂同样多次成为攻击目标，显示乌军已形成一种点对点链式打击的模式。军事观察人士认为，这并非偶发事件，而是乌军深度打击行动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意在通过持续摧毁能源设施，全面削弱俄军的后勤保障体系。频繁的袭击已经对战局与俄国内部形成多重冲击。一方面，俄罗斯不得不在后方能源基础设施周围加大防空兵力部署。负责守护阿菲普斯基炼油厂的第90防空导弹旅，虽配备先进的山毛榉 M3 防空系统，并在厂区附近布防，但接连多次未能阻止无人机突袭，充分暴露了俄军在低空防御体系上的明显漏洞。另一方面，能源设施的受损也在冲击俄罗斯经济。阿菲普斯基炼油厂不仅为军队提供燃料，还承担着部分产品经由黑海出口的创汇任务。如今，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还同时指向输油管道，与西方制裁叠加，导致俄罗斯石油出口的稳定性出现动荡。从当前局势来看，乌克兰利用无人机深入俄境数百公里，并精准打击战略要地的能力正日渐成熟。而俄罗斯则面临艰难抉择，是继续将有限的防空资源集中在前线，还是被迫向纵深后方倾斜，以保护关键能源设施。这种防御与作战的矛盾正在成为决定未来战局走向的关键因素。这场围绕天空与地面的较量显然才刚刚揭开序幕。9月28日是俄乌战争进入的第1313天。乌克兰总参谋部当天公布最新战报，过去24小时内，俄乌两军共爆发145次交火。9月27日，乌克兰凤凰无人机部队对顿涅茨克州俄军后勤目标实施打击，摧毁1辆 T-80坦克、1座弹药库、1辆弹药卡车，以及3辆汽车和3辆摩托车。在边境别尔哥罗德、库尔斯克地区，乌军继续对俄军造成损失。在苏梅方向，乌军完成对金德拉蒂夫卡定居点的解放，进一步压制俄军。在东北方向的多布罗皮利亚，战局同样紧张。被包围的俄军退路口子已经缩小到仅有2公里宽，乌军的炮火形成持续封锁，围困中的俄军补给线正逐渐被切断。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持续发动反击，俄军不仅莫能推进，反而不断丧失原有占领区。在乌军无人机墙的覆盖打击下，俄军付出惨重代价，几乎每推进1米就有20名士兵伤亡。这种高损耗令俄军几乎难以形成有效攻势。在波克罗夫斯克南部的死亡之路上，乌军第155旅无人机记录下至少47件俄军被摧毁的装备。而在米尔诺格方向，不到300米的区域内就有超过20套俄军装备化为废铁，俄军推进几近停滞。扎波罗热方向，俄军试图发起的机械化进攻被乌军击退，坦克、装甲车和人员均遭重创。莱曼方向，乌克兰战机出动空袭，目标直指热列别茨河上的朱拉夫卡峡谷和伊万尼夫卡渡口，有效阻断了俄军的后勤补给线。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库皮扬斯克等方向，战斗依然持续，但前线总体态势变化不大。9月26日凌晨，克里米亚阿米扬斯克的爆炸声尚在回荡。
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阿菲普斯基炼油厂又遭乌军无人机精准打击 ，AT-22 原油蒸馏装置被击毁，火光冲天。这已是过去1个月内第5座陷落的俄罗斯炼油厂。至此，在乌克兰持续升级的能源绞杀战中，已有16座俄炼油厂沦为无人机猎物。更为严重的打击发生在莫斯科西南400公里处的伊尔斯基炼油厂。该厂的核心设备气体分流装置被摧毁，意味着这座日产能 3.2 万桶汽油的工厂彻底停摆。莫斯科1/3的民用供油被切断，前线 T-72坦克的燃料供应也骤然中断。与此同时，圣彼得堡至普斯科夫的铁路线路被炸，15节油罐车焚毁。这条通道是俄军为哈尔科夫战线输血的关键干线，毁损无疑让后勤补给雪上加霜。根据乌克兰总参谋部9月25日发布的战报，俄军已损失 32% 至 35% 的炼油产能，每天超过100万桶燃油产出化为乌有。短短10天内，萨马拉州2座炼油厂与克拉斯诺达尔阿菲普斯基炼油厂相继瘫痪，使俄柴油出口降至2020年以来最低水平。前线的连锁反应立刻显现，原本从伊尔斯基炼油厂出发3天即可抵达的燃料补给，如今需从西伯利亚调运，周期延长至7天。早在2025年8月反攻期间，已有俄装甲旅因燃料枯竭被迫后撤20公里，如今类似困境正在多地复制。更致命的是，核心设备在西方制裁下无法进口，伊尔斯基炼油厂的修复至少需要半年，而萨拉瓦特炼油厂则因2次打击陷入彻底瘫痪。俄罗斯国内油品市场同样陷入恐慌。从伏尔加河沿岸到远东地区，92号与95号汽油出现全面短缺。莫斯科加油站大排长龙，油价一夜暴涨 15%， 部分地区甚至实施限额加油。俄罗斯政府紧急出台禁令，自9月1日起暂停汽油出口至年底，但此举也进一步削弱了克里姆林宫赖以维系战局的能源现金流。分析认为，乌军正通过切血管的方式逐步削弱俄军战争潜力，凭借低成本无人机，乌军不断实施纵深打击，迫使俄方抽调防空兵力从前线回撤。据统计，俄后方防空兵力仅于战前的 40%， 首都周边虽加强布防，但其他炼油厂因此防御空虚，陷入拆东墙补西墙的尴尬境地。虽然俄工业体系与铁路修复展现了一定韧性，但关键设备的断供与冗长的修复周期让短板彻底暴露。分析指出，单点打击难以导致系统性崩溃，但持续性的产能流失会大幅抬升作战成本，逐渐稀释前线兵力。如今，俄军既要应对前线僵持，又要守护全国38座炼油厂和数千公里管道，战略空间被急剧压缩。外部压力同样加码。美国总统川普在联合国大会上要求欧盟全面停止进口俄能源，欧盟委员会已表态将提前提出禁运提案。尽管匈牙利等国仍有保留，但俄罗斯能源出口的外部环境正持续恶化。俄罗斯记者马克西姆·卡拉什尼科夫甚至直言，当前经济形势堪比1985年改革前的苏联，政治氛围类似1917年的动荡前夜，当一座座炼油厂燃起火光，战局已从正面战场转向后勤耐力比拼。问题是，燃油短缺的俄军还能否撑过这个冬天？9月27日，据伊尔塔莱赫地报披露，瑞典第19北极机械化旅，也称诺尔布腾旅，将成为驻芬兰拉普兰地区新北约旅的核心力量。该旅编制规模在4000至5000人之间，长期以来以严酷条件下的冬季作战见长。此次常驻芬兰的部署，标志着自1809年以来，瑞典军队首次在芬兰实现永久驻军，堪称一次历史性转折。根据报道，该旅的作战行动将由提前部署在罗瓦涅米和索丹区来的瑞典弓箭手自行榴弹炮提供火力支援，配合其在冰雪环境下的机动作战能力，进一步增强北约在极北地区的整体防御力量。同时，挪威和丹麦军队也将加入其中，使这支新旅形成以北欧为主体的多国部队结构。新旅的指挥部将设在罗瓦涅米和索丹区来，由瑞典军官担任指挥。这支常驻芬兰的北约新旅定位为快速部署部队，
其主要任务是负责保卫拉普兰地区，并在必要时作为前沿力量应对潜在威胁。与此同时，北约在东翼的整体军事布局也在不断加码。德国已经在立陶宛部署了第45装甲旅，而在芬兰，随着瑞典第19北极机械化旅的进驻，北约将形成另一支具备快速反应能力的常设旅。更重要的是，北约还计划继续组建更多快速反应旅，将其部署在东翼沿线，以全面强化对俄罗斯的遏制态势。俄罗斯曾以北约东扩为借口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结果却把芬兰和瑞典推入北约怀抱。如今，更多的北约部队正部署在其边境一线。这种局面某种程度上是俄罗斯自身政策所带来的直接后果。随着形势演变，俄罗斯正逐渐被塑造成欧洲安全环境中唯一的主要威胁。而这场力量对比的转变，也意味着莫斯科可能将面临更加艰难的未来。9月26日，媒体证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会晤前美国总统川普时，提出了一项关键请求，向乌克兰提供射程可达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泽连斯基在会后接受采访时表示，川普同意考虑这一请求，并指出这种远程导弹将使莫斯科直接处于基辅的打击范围之内。泽连斯基还强调，如果乌克兰武装部队获得此类武器，克里姆林宫将成为合法的攻击目标。《华尔街日报》报道，一位美国高级官员以及一位欧洲高级官员已向白宫汇报该计划。川普正考虑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巡航导弹，其射程可达1600公里，甚至更远。曾任乌克兰国防部顾问的谢尔盖·库赞表示，在基辅收到英国风暴阴影等武器后，请求远程打击能力是合乎逻辑的下一步。乌克兰曾被拒绝提供豹2坦克和 F-16战斗机，但最终仍获得批准。库赞强调，乌克兰的目标始终不变，即尽快将所有可用武器运抵前线。川普对提供远程武器持开放态度，接受泽连斯基的请求，并表示我们将努力，但双方尚未达成最终协议。乌克兰官员计划下周前往华盛顿，推动该协议获得批准。Axios 报道称，过去1年，乌克兰多次向拜登和川普政府提出远程打击请求，但均未获得批准。川普近期的表态显示，他的政府可能支持乌克兰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同日夜间，乌克兰再次袭击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阿菲普斯基炼油厂，该厂年炼油产能652万吨。自今年以来，俄罗斯已有至少17座大型炼油厂遭到袭击，损失炼油产能占比高达32%至35%。在当前形势下，俄罗斯的炼油厂、油库、油气管道、泵站、码头以及铁路线路几乎都成为乌克兰无人机的打击目标，而俄罗斯在应对这些袭击方面显得力不从心。美国情报部门向川普提供的最新信息显示，俄罗斯正面临经济崩溃和战场挫败的双重压力，其战略地位极为脆弱。9月27日，媒体报道称，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警方记录到3架无人机在机场附近飞行，导致机场运营被迫暂停。与此同时，芬兰耶尔报报道，上周在芬兰，一架不明无人机飞越一座水力发电厂，引发当地局势紧张。在瑞典，卡尔斯克鲁纳海军基地附近也出现不明无人机，瑞典方面出动直升机进行跟踪，但未选择击落。分析指出，这些无人机可能用于侦察，也可能是在测试瑞典的防御能力。挪威警方则对奥兰空军基地上空疑似无人机事件展开调查，该基地是挪威最大的战斗机基地。与此同时，丹麦在最近1周连续2天出现不明无人机，导致多个机场关闭。而俄罗斯登陆舰亚历山大·沙巴黎号在丹麦海岸附近潜伏数日，其追踪系统处于关闭状态，其出现时间与丹麦机场上空的无人机事件高度重合，引发外界关注。德国北部的施勒苏伊格、赫尔斯泰因州也发现了不明无人机。自9月10日俄罗斯无人机入侵波兰之后，罗马尼亚、爱沙尼亚等欧洲国家的领空先后遭到类似入侵事件，显示出欧洲多国正面临无人机威胁的蔓延。几乎同期，俄罗斯侦察船 Yantar 号
在英国和爱尔兰附近海域出现，迫使英国出动巡逻机和舰艇进行监视。立陶宛、芬兰、挪威、瑞典、丹麦、德国等多国都出现了不明无人机与俄罗斯船只的行动。9月27日，德国总理默茨公开表示，德国不再享有和平，关于和平生活的谈判已经结束。他解释称，由于针对关键基础设施和网络的混合攻击次数持续增加，德国已不再处于和平状态。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则表示，欧洲正处于混合战争状态，而这仅是攻击的开始，俄罗斯已成为欧洲的主要威胁。面对当前欧洲的局势，人们不得不思考，这是俄罗斯孤注一掷的行动，还是其他因素所致？欧洲会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反制措施？俄罗斯又将面临怎样的后果？时间将给出答案。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